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再生父母啊！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代器来此处聚节，领粮米，奉谍诏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到底是至于那些章程，还请别驾明示。这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州中也好，各县也罢，都有谁家曾与台州营田司放过袋子，或者是牵过放袋的宝器。正月初10之前，拿着袋器或宝器来州衙长史书房录名核验，只要契约是真的，自当有一番富贵。哎呀，这有肉也没得酒，现在。请君入瓮。台州没有州心，九郎君也不是来郡城，这里不是五州，是吴越。只怕是他炸翻了堂堂历史上也是历史。敢问别驾，九郎君所说的富贵，到底是什么？正月15上元之日，九郎君会在宁海张安港设宴款待州中父老近身，不用书简，也无需拜帖，与营田司往来的契书，便是赴约的凭证。这哪里是什么请君入瓮，这明明就是鸿门宴啊！司马大人。那些放了袋子的各家家主，或许可以不理会，可你我却是州衙属官，便明知是鸿门宴，又焉能不去？为什么？你的意思是，神虎子不过说了几句话，事情若是便顺顺当当的办成了，日后这台州五县还有你我的立足之地吗？可是他毕竟是……坐下说。强龙不压地头蛇，台州大案一起，这些放了袋子的地方豪族便已是砧板上的鱼肉。神虎子要拿他们的脑袋来做投名状，换了你是各家家主，你敢去吗？可是那沈别驾不是说……神虎子说什么不重要，重要的是，他们听谁的，信谁的。就算是投名状，也须是你我的投名状。投名状啊！郎君驾临宁海偏僻之地，地方大户献纳些许财货礼物，也是其中应有之义，称不上投名状，寻常人情往来罢了。宁海一个穷县，如此寻常的人情触息，便有个3、5万银券之数。我们吴越每年给中原天子的人情，不过才20万银券。台州5个县加起来，我这个知州的人情面子，怕不是要比中原天子的还要大？哎，你的人情是多少啊？我被是……哎呀，多少？有郎君，
卑职不过微末小吏，在朝中又没有根基，这些地方的豪富平日里如何能将卑职放在眼里呀？即便是人情往来，也不过30-50，这也不过7、8匹。就金珠财货，即便有人送，卑职也是万万不敢收的呀！这太少了吧？高旭抄家的单子我可看了，在宁海，他1年的人情出息多则上万，少则也有7、8千，到你这儿却只有30-50。你诓我？郎君，那一县令长，那是百里侯，号称小军。卑职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县城，这说的好听些是官，这说的难听些，这于这县衙之中，也就是一个大书办，那如何能与高明府相比呀？这也罢，听起来怪可怜的。那便予你一个发财的机会，自今日起就由你暂设宁海县令之职。先将这些造册入库，再与我传下话去。传话？他高旭不过是一个百里侯，就有上万的身家。本郎君乃先王之子，当今大王的亲弟，又是王教亲简的台州5县之主，这区区3、5万之数，瞧不起谁？礼我收了，礼单退回去，让他们细细思量好了，再拟好送过来。这我正月15上元之日，我要在张安港设宴，约请台州5县近身世家宴饮议事，共谋富贵。请谁不请谁，谁能来谁不能来，都由你这个宁海令说了算。只是有一条，此番你自家若是收不到高旭1年的人情出息，这个县令便做到上元之日为止。诺。九郎君驾临台州，新官上任，又是宗子，不知是什么章程。这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呀！我记得去年夏天的营田惨案，沈从约2任之中，高明府勋妻子弟都坏在他手上。就是啊，不是说正月15招安大会吗？那是鸿门宴，过去怕是要掉脑袋呀。是啊，不，这九郎君的刀再快，他能杀无罪之人吗？这九郎君是皇帝，他若肯放过你，这有罪也是无罪；他若是盯着你，这无罪也是有罪了。葛文学，大家不要客气，坐坐坐。主公，听我一言，此次张安大会是沈虎子的首位。此人与我台州上下有仇，其居心殊不可问。不过大家不用担心，我与魏司马已有定计。等到了上元之日，由我2人亲赴宁海县张安港，面谒九郎君。一来行参议上官之礼，二来也为各位一探虚实。葛文学高义，老朽不胜感激。九郎君上任台州，韩家备了份菲薄之礼，还要拜请葛文学当面代承郎君。没问题。韩家也有礼单，请文学代承郎君。不成敬意。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哎呀，请诸君放心，台州亦是吴越王土，诸君皆是前世子民。纵使九郎君有误会，我与魏司马也会为诸君开解消事。应该做的，应该做的。
1个半时辰了，才抄这么点儿。阿姐，我想回家。你这说的什么话？阿娘阿舅在的地方是家，阿姐在的地方就不是家了。哎，快抄！这些都是林海快马送过来的丁级簿子，明日之前要整理成名录的。任你这般磨蹭千言，什么事情都让你给耽误了。姑娘，也不是小郎君懒惰，实在是太多了。台州5县，有名有姓田产在100顷以上的人家，少说也有100余户。小郎君只有1个人，便是将咱们几个都算上，3天3夜都不睡觉，也未见得抄录的全。可是抱怨也没有用啊，我们能等，那百姓又等不了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你把外面那些人手全叫进来，我们一起抄。不是小人们懒惰，此番随行的100名亲卫，都是大王自亲从指挥麾下调拨的精兵，俱是些厮杀汉子，让他们拎起刀子砍人，眉眼都未必眨一下；让他们来抄书，却是连自家的名姓都未见得能写得周全。阿姐，为士为能。三星县方士四房方回长有土54顷辛苦，写好了。抄了1多半了，再有几个时辰就能全部录完。好法子。但这些书生抄抄写写尚且得用，却算不得数。刚刚找了2、3个有学问的，算了各处的祖产，错得有点离谱。无法，我来算，让阿友来记。行。黄岩县严氏，2房严胜言，有土166顷，又45顷3分。4房公镇，有土131顷，有18亩6分。黄岩县沈阳市，西房沈瑞区，有土182顷，61。62，63。你他娘的聒噪什么呢？老子是做不荷花酒的，你打什么岔？数乱了不是？60几了？提举，魏司马家门外围了不下3、400人。知道了。这些啊，是刚梳理出来的丁级账簿，你差人快马送往宁海，交与9郎君亲启。诺，来人。这许多丁级簿子送过去，郎君那边人手够用吗？郎君是做过东南行营官军容使和6州都转运的，这些场面应对起来并不为难。
太行卫士，南北两厢16间房。哎呦，听仔细点，千万别记错了。太行卫士，南北两厢16间房，合计有田3821顷，又57亩4分。主公，请回吧。魏某此去必不负诸公所托。还请司马向九郎君请命，为我等做主。台州5县来年的赋税钱粮，都要着落在我等身上。这是一州的民生大政，不要说九郎君，便是杭州城里的大王和相公们，也万万不敢拂逆民意，肆意胡来的。主公，请回。魏某告辞。告辞。告辞。别驾，人已走。郎君那边真的不打紧吗？各县尉，这几日有多少大户没和魏伦、葛延平两家走动？117家。看来还是有明白人的。都是些中户人家，其中田产最多的是梁家和田家，各个房头加起来不过100顷田地，还不及葛家的1/10。不打紧。陆彦珠，卑职在。让你的人吃饱喝足。郎君要收拾台州局面，决断大事，便在今日。刘顺都，加油！咱们都头，带着将领来。今晚有战事，我等当如何？愿为九郎君效狠！愿为九郎君效狠！愿为九郎君效狠！你真好。你不好，明天就是正日子了，你应该早点歇息的。我睡不着了。你呀，就是心里头想的事儿太多了。其实也没什么好忧心的。州城那边有沈兄主持大局，他可是正经梳理过一州之政的人，能谋亦能断，便是我自家，也未见得能比他做得更好。那就更没有什么可忧心的了。临海经营的这10几日，薛温他们都很忠心，哪怕真的出现什么小乱子，也不至于比我们在汴梁的时候更难吧？我就是爱瞎想。你说岳母大人要真是恼了我怎么办啊？他只要传下去一句话，那些旗子就成一堆破布了。你呀，就是太小看我阿娘和阿舅了。不要说他们本就不是那种小肚鸡肠的人，若他们真的恼了我，也不会拿我们黄龙岛几十年的信用、声誉开玩笑。那堆旗子，本就是一堆破布，一钱不值的东西。真正值钱的，是我们黄龙岛一言既出、生死难追的信誉。好消息！好消息！九郎君绝命，瀛海出港了！瀛海出港了！右卫大
大将军，开祖仪同三司，内衙马步军都指挥使之台州市九郎军，传大王王教，于宁海张安港设博弈物，促商路，广财货，恤民生。10担以下州籍，免往来赋税3年；10担以上、100担以下州籍，20税1；100担以上州籍，10税1。魏大人，魏大人，魏大人，葛大人，葛大人。下官台州司马魏伦参见九郎君。下官台州文学葛延平参见九郎君。把礼单抬上去。抬上去。拿下！这，九郎君，这是何意啊？会稽卫士，800年的郡望豪门，世代高官厚禄，田土纵横阡陌，可你却犹嫌不足，还聚敛声势。台州5县贫户饥无隔夜之粮，税赋钱粮朝廷免了，可尔等却是不免。王教恩惠不能给予百姓，却肥了尔等这些贪暴强梁。本官奉王教出知台州，正是为尔等而来。九郎君，这是要杀富济贫吗？你若不犯王法，纵然本官金节在手，又岂能诛无罪之人啊？九郎君，下官冤枉啊！鲍朴子的后人，居然吃绝户，也是出息了。我乃朝廷的台州司马，你不过是知州。不奉王教，没有相府札文，你只能参我，不能杀我。也对，也对。此处毕竟不是军中，本官虽为大王亲弟，亦不能枉法杀人。那就扒了袍子，给我打！哎，九郎君，哎，放开，放开我！九郎君示意，打多少？只管打。好。九郎君，上官知错了，不要杀我！禀郎君，2人均已杖毙。抬下去。诸位，并非是本官非要与他2人过不去。我奉王教来台州，为的乃是兴王道之名，纾民生之困。兴业发财之事，官府素来是不能与民争利的，故此民间买卖田土，只要严守法度，朝廷向来是不问的。只是诸君
你们要知道啊，万事皆有度。若是违法行事，以借贷买卖之名行肆意兼并之实，钱财田土归了你们自家，可百姓的怨恨却归诸朝廷。逼反了这一方圆圆，到时候玉石俱焚，那死的可就未必是这1、2个贪官恶吏了。本官10日前传牒5县，请曾在台州营田司签了宝契的各家来赴今日这上元之会。营田司里有218份宝契存单，可如今只来了你们这些人。也罢，客不来，莫强求。既然来了的，你我便是有缘人。诸君，请入座吧。这是要做甚呀？2位州府大吏就这么被杖毙当场，这位郎君也太过肆意妄为了。人家是皇帝，妄为了，你能奈他何？只是要逼着咱们这些人跳海不成，就不该听家里那些人聒噪。明知是鸿门宴，还来自投罗网。那些大户怎么都没来？咱们小门小户，全族的土地加在一起也不过30-50顷，早知道就不来了。胳膊如何能拧得过大腿？是啊，怕不是要将咱们一起捉拿了去问罪，却不知能不能赎。禀告九郎君，黄龙社多艘商船驶来，正入港候驳。哎呀，我此番可算是偷了这2艘船出来。若真娘子诓了我，此番回去，我定是腿都要被我家阿爹打断了。蒋三郎，你与你阿爹第一遭来我们岛上的时候，上来就跟阿佑打架，那时候还算有点志气，现在怎么没胆了？那能一样吗？这2条船原本是要运蜜色窑去扶桑的，如今被我调出来运了这些不值钱的稻米，这一进一出，最少没了3-5万银券的利益。我不过3-5年间没在海上行走，连你都敢诓我了，一张口，什么胡话都敢说得出来。你可不要坑我阿姐啊！蜜色窑，上林湖那几家窑口，一年总共才多少出息？你这一上来，2艘船的量。再说了，回至建岳，把东西卖到扶桑，以后你还想不想跟我们吴越有往来了？哟，你们吴越？哎呀，我乱说的，阿姐，莫气。原本呢，运的是团茶，满打满算能有个3-5千的利便不错了。使君，稻米50万斛，皆已运抵本港。好，回去帮忙啦。宁海雷氏家主雷军、永廉何在？小人雷永廉，请郎君吩咐。去岁3月初6，由台州营田司作保，出粮米2167斛，又36斗，带与宁海县
海油镇、长宁、上东、小鱼洼、陈屋、丰远、平波6个里寨，506户，代期1年，岁息6分6厘，可对？小人有罪，不该听信了前任县令高明甫的言语，想着趁着灾年，再为族中小辈置办些田产事业，这才鬼迷了心窍，存了夺人田产的卑污心思，牵了这带粮的妻子，还请郎君看在我宁海雷氏素来奉公守法、不堪妄为的份上，治小人一人之罪，宽宥族中恕众。依宝契上所约，本溪合计粮米3613斛，又33斗3升。你拿着代契来找本县新任县令秦民甫做具节凭证。作罢，你便可以领着人去张安港，把那些粮米运回家了。怎么，没带人手和车子？雷太公，请起。无妨的，请起。县衙里的巡定义夫皆在此处，粮食也不会长腿。您只管遣小厮从人回去，换人雇车来运便是。雷太公，随我做个具节凭证。来。雷永莲，小人在。这个是由朝廷户部台州博弈务用了印信的谍照。自今日起，宁海雷氏便有了在我吴越之地沿海州县行船通商之资。雷氏于灾年带粮，纾朝廷之困，济百姓之危，放粮最多，出力最大，故此朝廷特许嘉奖，允雷家试享海上之利。10担船以下3年免税，10担以上100担以下20税1，100担以上10税1。主公，可看清楚了，这谍照上有本官的亲笔具名。凭此谍照，雷家便是我吴越国户部在册的商户了。谢过郎君。敢问郎君，是只有雷氏有，还是凡是带了粮米出去的人家都有？你是哪家？松门山甘氏，甘月，请郎君恕小人无礼。松门甘氏带粮1572斛，又81斗。阴环袋子2621斛，又35斗。对，这是你家谍照，户部用印，本官亲笔具名。台州博弈务特许专营。小人代甘氏一族，谢郎君厚恩。契书在此，愿与俱节。青天在上，多谢郎君厚德。郎君实为我台州黎庶，再生父母啊！
凡是今日到场的，你们尽管拿着带器来此处聚节，领2米，奉谍诏。本官此举是请了大王教命，当场对允，童叟无欺。至于那些今日没有到场的，所带2米便只能依原数发还。谍诏和岁息，就万万不要想了。郎君所言，知允知道。郎君所言，知允知道。